小麦是一位普通上班族，住在都市一间10多平的租屋套房。某天，他决定大扫除，把满满的衣柜清出来。一开门，一叠叠衣服像山崩一样倾泻而下。他叹了口气，坐在地上，开始一件一件的翻。他拉出一件白色的洋装，吊牌还没剪，衣料柔软，版型优雅，是他3年前在百货公司周年庆时买的。他当时告诉自己，等我瘦一点，升职了，有机会出席正式场合，我一定要穿这件。3年过去了，那天一直没来，他也从没再试穿那件洋装，因为每次照镜子都觉得还不够好，不够漂亮，不配穿这么美的衣服。他还找到一条从没用过的丝巾，淡蓝色的，配那件洋装刚刚好。买丝巾的时候，只是觉得这样的自己很有气质，但至今未出门使用过。他还找到了几件外套、几条裤子，2件明明不适合自己的风格，却硬是买下的衬衫，每一件都有一个共通点，他从来没穿过，却一直占据他的空间与内心。这一刻，他忽然明白了，他不是舍不得衣服，而是一直不愿承认那个理想中的自己，也许根本不是自己真正想成为的样子。他保留这些衣服，是因为不甘心，是因为不愿意放弃。如果我变得更好，就能穿得起这些美好的想象。但事实是，那些衣服没有让他变好，只让他更焦虑。他每天面对衣柜，第一眼看到的不是选择，而是压力。那些衣服像是一面镜子，提醒着他，你还不够好。于是他静静地看着这些从未出场的衣服，然后做了个决定，他把它们收进纸袋，打算隔天捐出去。他不再等那个理想中的自己出现，而是决定从当下的自己出发，去过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。最后，他只留下那些真正常穿、舒服、实用、让他自在的衣服。衣柜清空了一半，却第一次让他觉得心情顺畅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？打开衣柜，满满都是衣服，却总觉得没衣服穿。书桌、柜子、地板全被杂物占满，明明家不大，却总感觉越住越压抑，喘不过气。你以为你是缺空间，但其实是这些东西早就悄悄地控制了你的人生。它们看似是生活用品，但背后藏的其实是焦虑、执念、不安和过去。每一样不舍得丢的东西都在悄悄牵制你。无声的心理困境是一种无法轻易说出口，却长期困扰我们内心的矛盾与焦虑。这种困境不一定伴随激烈情绪，也不总是让人立刻察觉，却深深影响着我们的选择、行为，甚至生活品质。囤积行为表面上看起来只是舍不得丢东西，但背后却藏着对未来的不安全感，对失去的恐惧，对过去的执念，对人生掌控感的缺乏。你不是不想改变，而是不知从何下手。你不是不清楚东西太多，而是潜意识告诉你，丢了好可惜，以后可能用到。小俊有天去朋友阿姨家里，有一个满满的抽屉，里头装着各种可能会用到的东西。小俊随手拿起一个东西问，这个是？阿姨说，那是10年前一台旧电风扇的遥控器，风扇早坏了。小俊问，那你怎么还留着？阿姨顿了一下，苦笑说，可能哪天修得好呢，而且那时候买这风扇很贵。这个遥控器，阿姨已经3次搬家都带着，从未用过，也从未丢过。那一刻让人明白了，阿姨留的不是一个物件，而是一段心理的残影，对金钱的焦虑，对过去决策的懊悔，甚至一种有一天可能会再用到的想象。那是一段无声的心理困境，没有哭喊，没有情绪外显，但这小小的一个遥控器，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的生活里。因为我们的社会教会我们珍惜、储备、准备，却很少教我们放下和取舍。许多人其实不是不知道东西太多，而是害怕失去后找不回来的感觉。而这种无声的焦虑慢慢堆积成杂物，资讯过载，人际压力塞满了生活，也掏空了心灵。那些我们以为省住用的行为，往往最后只是在浪费空间，
精神和时间。那些省下来的纸袋、空瓶、旧衣，说不定会用到的东西，成了房间里的寄生物，一点一点吞噬掉你的专注力与自由度。真相一，你不是在整理，而是在掩盖。很多人说，我不是囤积，只是会收纳。但收纳不等于整理，真正的整理是选择留下什么，舍弃什么，把没用的东西收进抽屉，塞进箱子，藏到柜子里。不是整理，是延后处理。更严重的是，一旦你藏起来，你大概永远都不会再用它。如果你找东西时总是找不到，然后又买一个新的；如果你有3支一样的剪刀，4个一样的开瓶器；如果你每天都要花时间翻找那个东西放哪了，你可能已经被物品给绑架了。真相二，你舍不得丢的可能是情绪。有些东西我们不是因为实用而留下，而是因为情感。那件衣服你说穿了有纪念价值，结果5年没穿过；那份赠品你说是生日礼物，结果早已忘了送你的人是谁；那台跑步机你说会每天用，结果成了高级晒衣架。你以为你是收藏回忆，但这些回忆其实早已变质，变成负担。小智的房间里有一双已经破损的球鞋，鞋底磨损的不成样子。他妈妈说丢掉吧，他总说这双鞋还能穿了，但其实他自己也知道，这双鞋早就不能跑步了，穿住还会有滑倒风险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的朋友无意间问，你怎么还留着这双？感觉你穿着它过了不少是吧？小智沉默了几秒，说，这是我高3时穿去比赛的鞋，那场比赛我们赢了，穿着它，我好像还是当时那个热血的自己。原来他舍不得的不是鞋，而是那段奋不顾身去追梦的自己。认出来你真的在舍不得什么，是回忆，是关系，是曾经的努力，还是没来得及完成的期待。解法不是收纳，而是断舍离。市面上教你收纳的方法千百种，但有效3个法则。1年法则，超过1年没用过的物品，请毫不犹豫地处理掉。2日一丢法则，每天丢掉一样不再需要的东西，持续1个月后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房间变清爽了，心情也变轻盈了。3替代原则，一进一出，买一件新衣服，就丢一件旧的，否则再大的房间也会被塞满。更重要的还有这3件断舍离。1社交断舍离，如果一段关系只让你感到压力，不被理解，消耗自尊，那这不是友情，是心理杂物。2资讯断舍离，少看无意义的短影片，碎片化资讯，专注一件对你重要的事，比什么都来得珍贵。3自我执念的断舍离，别再为过去的决定懊悔，别再纠结曾经的错误，轻装前行才能走得远。你以为你拥有很多东西，但仔细想想，这些东西反过来早就拥有了你。每一样你舍不得丢的杂物，都在默默占据你的时间、情绪与空间，把你困在过去。不安与焦虑的泥淖里，让你寸步难行。所谓自由，从来不是拥有的多，而是能够放下的东西够多。试着从今天开始丢掉一样东西，不需要一下子清空人生，但每一次舍弃都是一次对自己的尊重与释放。记住这句话，真正的空间不只是房间的前进，而是你心里的自由。如果你也曾经被东西绑住，那今天就是改变的第一步。